老爷慢点儿，再跑马就要废了，这可是大旱灾区啊！哎呀！老爷，您没事吧？老爷，要是摔坏了龙体，老奴万死难辞其咎啊！该死的刁民，连路都修不平！来人啊，把这烈马剁了！这什么鬼地方？老爷，您看这地，这是什么石头？晶莹剔透，一整块巨石铺路。皇城的大街也不过如此吧？大旱3年，恶殍遍免，桃花县令竟用如此神石铺路，这得贪污多少民脂民膏！外地来的吧？知不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全硬化水泥国道，超载运行，严重超速，还没有挂本地车牌代码，不仅引起交通事故，还刮花了我们的水泥路面，罚银100两，马匹暂扣，交钱才能走人。放肆！瞎了你的狗眼！100两，哪怕是当朝首辅，见了我也不敢要1文钱，给我拿下！敢对主子不敬，死！拿这种破铜烂铁也敢拘捕抗法？敢在桃花县闹事，看样100两不够了，全部铐起来，送去西山给县太爷挖煤。这刀比大内玄铁还要锋利100倍，这桃花县到底藏着什么怪物？老胡，你可看清了，那刀锋连个卷口都没有。兵部那群要钱的废物都该杀！老爷，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等调来京畿营，再治这考甲灭族之罪。银子交了，马扣押3日，不许随地吐饼，最愁偷摘绿化地，违者罚款2两。走吧，乡巴佬。怎么可能？朝廷连发给边关的军信凑不出，这偏远的桃花县，百姓竟穿得起细棉？这位老乡，你这碗里的肉是？你竟把上等五花肉喂狗！外地来的吧？这破猪肉又腥又骚，也就骗骗外乡人。唉，今天城南食堂的红烧猪蹄去晚了，只能拿这些残羹剩饭对付一口。走，去这县里最好的馆子，我倒要看看，这里的饭菜是用金子做的，还是用仙丹炼的？随便上个最便宜的素菜，再来3碗粗粮饭便可。好嘞，最便宜的清炒大白菜1份，大米饭3碗。太好吃了！老胡，这菜里放了何等仙家秘药？别着，不用找了，全当赏你的。客官，您1两银子就想结账？我们县太爷有规矩，本地人这2文钱，外地人得加收外兵治商税。清炒白菜盛会纹银30两，少1个子儿。今天你们3个就去县衙大牢里刷公桶。穷山恶水出刁民，外头都吃观音土了，他们竟敢吃如此油亮的青菜。我
看八成是用了什么人膏受脂提味，今日要是毒不死我，我就斩了这黑店老板。老爷，老奴先替您试毒。老胡，你怎么了？是不是毒发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老奴活了60岁，以往吃的山珍海味都是猪食啊！这世间还有这股将人灵魂都抽走的鲜味儿，这到底是加了什么夺天地造化的仙药？两位客官吃好了，这盘天下第一鲜炒青菜，盛会2两银子。2两银子，就算这是龙肝凤髓，你敢要2两银子？京城最大的酒楼炒一本青菜也不过10文钱，你们这是明抢！又是一个外地来的土包子，你吃大钱京城的破青菜，能体会到生鲜的感觉吗？哼，知道这盘菜里加了什么吗？那可是我们县太爷亲自研发的神品。这是血盐，大内贡品级青盐，也只带一丝淡青色，如此纯白无瑕、颗粒分明的盐精炒菜，暴殄天物啊！如此神品，确实值2两银子，难怪那菜有仙气。小二哥，这种绝世精盐，如果是按斤买，需要多少黄金？黄金？哈哈哈哈！笑死爹了！你们还真把这玩意儿当宝了啊！这叫常利血盐附加食用味精，这是我们桃花县老百姓家家户户厨房里垫桌脚的便宜货，本地人买2文钱1斤，看你们是外地人才收2两银子的。2文钱，大钱国库，难道是个笑话？带我去见你们县太爷，我要见他，立刻，马上！老爷，这门楼子修的比京城的6部衙门还气派。这林县令要是不造反，老奴把脑袋割下来给您当囚梯。2文钱的血盐，现在几十万的巨石路，还有我今天倒要看看，把大钱国父当成笑话的狗官，长了几个脑袋？这怎么回事？外面酷暑3伏天，里面为何如同冰窟？老爷，您看天上。此人若不是妖孽，那定是将皇室100年底蕴的避暑冰窖给全挖空了。大旱之年，灾民热死饿死无数，他竟在此耗尽大量冰块乘凉，此贼当千刀万剐！老爷怎么跑到屋子里来了？我的眼睛！李轩，你这畜生王八蛋！外面赤地千里，流民易子而食，国库大空，我大钱危如来貌。你身为一方覆水进贡，用在此寒冰乘凉，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你该当何罪？我立刻便能将你剥皮削毛，千刀万剐！哪来的神经病老头？这大热天的跑我卧室推销破铁？老李头是吧？瞎叫唤什么玩意儿？你还敢顶嘴？这些无价玄兵！文盲真可怕，老子这叫物理治兵法。你要是对本县令的服务态度不满意，这是本县的施政报告和财政收支记录，自己拿去后院看，看完赶紧滚蛋，别耽误我睡午觉。再吵，老子把你按在水晶窗上摩擦！老爷，账面上贪了多少两？1000万两！不是贪，他这个穷县这1个月的结余税收是大钱国库10年的总和。放屁！全是造假欺君的假账！你这黄口小儿，不仅搜刮无度，还敢做如此荒谬绝伦的花账！老爷慎言，这毕竟是人家的地盘啊！你在这用玄兵乘凉，建水晶妖阵，我不用看就知道，桃花县外的荒野必定堆满了饥民的累累尸骨！你这粉饰太平的贪官！老头，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本官重申，我县早已奔小康。
不信是吧？跟我出城用水吸眼！到了，我先来看你的乱民乱坟岗。老爷，这是6部9京在城外的别院群吗？林轩，这就是你说的难民安置？你拿着大钱的银子，给你的狐朋狗建了这么庞大的贪腐山庄？王二狗，过来，你给这儿有狂躁症的老头上个课。你是不是流民？大老爷好，这位外地劳客，俺一家5口，都是从北边逃荒过来的。多亏了县太爷分给我们这套新房和5亩地，俺现在过得比地主还滋润呢。大钱竟不如一个难民营。老头看傻了，本县的惠民工程文明厕所好用吧？赶紧起来坐地上嫌脏。但没用，地下冒火，寸草不生，大旱，地里种不出粮食，这几万流民迟早还是饿死，发生暴乱的。瞎叫唤什么？饿死？房子算个屁！你把再猛被推回去，都是今年打的杂交粮食。林县令，明人不说暗话，老夫乃是京城皇商总办，我姓李。老夫走南闯北几10年，什么花招没见过？外表修得如此骇人听闻，里面只怕是装的大水泥巴。就大旱3年不下乡田，榨干100次的粮食。你一个县衙也辨不出，怎么可能有粮？纯属作秀。京城来的李掌柜是吧？难怪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样。今天不把你的脸打肿，你还真以为全天下都跟你们京城一样穷？真粮，全是真粮，全是真粮，极品大米，每一粒都完美无瑕。这怎么可能生于大旱之年？哎，碰瓷儿是吧，李掌柜？本少爷可是遵纪守法的。你自己腿软，可别赖粮就滚蛋！买，我买！林大人，林青天，老夫要买粮，不仅要买你这儿的神米，还有刚才在酒楼吃到的极品血盐。你有多少，老夫买多少，运回京城救灾。就你，老李，你以为我这是善堂？全副身家刚才都被我罚光了吧？你拿什么买？这块玉是我盘了30年的床，在京城各还2000万顷，当做定金，行不行？哟，没有一点杂色和绵密，顶级羊脂白玉，还有这透雕镂空的双龙细珠工艺。刀法藏锋于内，没有大宗师级别的匠人30年功夫雕不出来。算你有诚意，勉勉强强抵个10万斤大米的首付定金吧。剩下的尾款你打算怎么结？我这不支持挂账啊，李掌柜。钱不是问题，林兄弟，我看你骨骼惊奇，在这小小桃花县太屈才了。老夫在京城可谓手眼通天，若我能保举你进京，让你破格当上户部尚书，掌管大钱钱粮大权，你跟我走吗？林兄弟，林大人，老夫在京城经商30年，与当朝宰相关系莫缓，连皇室也能说得上话。就是我们家老一句话，京城官场当抖3抖。老夫若是向朝廷举荐，岂以现在的国家威之能？入阁拜相，执掌天下权柄，封其印子，名垂青史啊！啥玩意儿？去京城当尚书？老李头，我是扣了你的马，你是想要了我的命啊？为国效力，怎会是遭罪？别拿封建大饼糊弄我！早朝要起大早，寒冬战雪地受罪，明山节受罪效力就是由我一个你来做，完全不合常理。高官俸禄微薄，远不如我本县营生收益，还要日日应付君王官员，稍有差错便惹祸上身，就算林轩不肯定显的。老李，你要他选或傻，这是算什么赏赐？当尚书1个月那几10两渣渣俸禄，连我县太爷名下产业1天卖血盐的零头都不到。我还要天天给你们那个没脑子的皇帝写 PPT， 天天被御史弹劾，搞不好一句没说对还要被砍头抄家。这种高风险零回报的破工作，你居然觉得是奖励？但那是权力巅峰啊！男儿在世，难道不想指点江山，为圣上分忧吗？权力个屁！在这里我是山大王，去了京城我就是个高级打工仔。行了，老李，别给我灌迷魂汤了，给我个皇帝都不干。你不是要买粮吗？定金下了，
自己叫车队来拉。如果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要去睡美容觉了。若是等会儿再打扰，别怪我关门放狗。林县令，上书之位你不稀罕，老夫服了。但买粮制盐，救国之事绝不能耽误。3万吨米加10万斤血盐，老夫全要了。老李，你以为买白菜呢？这是100万两白银的超级大单，你那个玉佩也就抵个运费的定金，空手套白狼，门儿都没有，慢走不送啊！老胡，把你出门带的盘缠全给老夫拿出来！老爷，出来得及，我就带了一点散碎银子。放屁！你个掌管家里大账的总管，身上能没有水？拖，把值钱的都给老夫掏出来，事后双倍补给你。林老弟，这些加上刚才的玉佩，够不够老夫拿下你第一批货的提货权？哎呀呀，李大善人，李大老板，您看这事儿闹的，谈钱多伤我们哥俩的感情啊！既然李老板在我桃花县下了如此惊天大单，那您就是我桃花县最高级别的黑金 VIP 大客户，初到敝县还没好好体恤风土人情吧？走，大兄弟今天做东，带你们去体验一把什么叫真正人间，不花钱，纯招待。好，那老夫就见识见识你这桃花县的天上人间。带路。老胡，快看，那刁民竟能施展妖法，把天上的白鱼给抓下来吃了。来3个豪华版棉花糖。这世间竟有如此仙品，这叫棉花糖，但别吃太多，好戏还在后头。到了，老李，抬头看。热烈欢迎林大人莅临指导，欢迎 VIP 李老板。老夫还以为是什么天外飞仙，原来是下九流的青楼楚战。老夫这辈子见过的绝色佳人，比你这县城的人还多。凡夫俗女还想入我法眼？哦，是吗，李老板？那你把眼睛睁大了。老爷，您流鼻血了。这就流鼻血了？这只是开胃菜，接下来的环节是今晚花魁们亲手研制的限量款魅惑香水和同款旗袍图纸的盲盒拍卖会啊！李老板，您要是看不上，我们可就走了。走什么走？谁敢走？老夫今日就算是倾家荡产，也得把这图纸带回去买，给我往死里买！大肥羊，这可是你自己要当榜一的，别怪我心狠手辣啊！5000两，那瓶至尊魅惑香水老夫要了，还有那3套旗袍限量原图，全部给老夫包起来。如果把这旗袍图纸和香水带回后宫，那几个成天冷着脸的贵妃穿上后，大前后宫的质量必将完成一波伟大的复兴。哎呀，李老板不愧是京城巨商，实力雄厚，气吞山河啊！今晚您一口气拍下了4套旗袍图纸、10瓶限量香水、1面琉璃等神镜，外加包厢特殊服务费。哦，对了，之前说的免单只限您一个人喝茶吃果盘，这些商品可都是您39万两白银，加上您老之前买粮和血盐的100万两尾款，现结不赊账，拿钱吧，李老板。天哪，老胡，快把钱拿出来，给这黑心商人打过去！咱们还要买粮救国呢！你刚才在楼下一切都抽走抵押了，老爷带来的10万两银票、3颗叶盟主全砸进去了，咱们现在真的是一滴油水都没了呀！什么？1分钱都不剩了？老夫竟成了穷光蛋！怎么，名震京城的李老板跑到我桃花县打秋风吃霸王餐来了？钱不够，没关系，西山的皇家黑煤羊正缺上好的苦力，去挖个30年的煤，刚好能补清尾款。林君，林兄弟，你莫急，莫急，老夫是京城大户，岂能赖账？老夫在本地有亲戚，你李容我立刻派人筹款。一炷香，超过时间看不见钱，直接送去挖煤。荒唐！朕竟被逼到这等地步！老爷，您这是摇谁来救驾呀？能动用皇室私库1日内调集100万两白银而不惊动朝野的，唯有朕最宠爱也最聪慧无双的长乐长公主。长乐啊，父皇的脸面还有大秦的国运，全压在这封信上了。
了，城外南边10里突然杀过来一大批不明重甲骑兵，旌旗蔽日，杀气腾腾，看样子绝对不是普通山匪，可能是敌国南蛮的精锐禁军打过来抢粮了。老子安分守己，赚点的赶来把老虎分，全城戒严，让二营长把老子的和平使者推出来。这就是桃花县，一个9品芝麻官竟敢扣留我父，我李家家主，还敢勒索100万两巨款和传家宝佩。今日我倒要看看他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3000重旗，装配还挺精良的。二营长，填装掉高爆开花弹，等他们进入500目射程，不用警告，直接把他们轰回姥姥家过年。是。刀下留人啊！别开炮！别开火，邻居，自己人，那是自己人。自己人？老李，你疯了吧？谁家自己人出门带3000重甲骑兵逛街的？这是造反，你懂吗？我没造反，那是我闺女带银子来赎我。李家祖上是将门，3000骑兵是我家护院。没落的将门能养得起3000比御林军还猛的护院？老李，你这个身份可是越来越行了啊！刀下留人啊！别开炮！别开火，邻居，自己人，那是自己人。爹，这就是你心中推崇备至的神人？我看他就是个掉进钱眼里的市侩无赖。长乐，住口！不可无礼，这小子有惊鬼地之才。李家千金是吧？银子茶地无误，30万两结清了。至于那块双龙玉佩，就算作粮草押金吧。林轩，别人怕你这土霸王，我不怕你。我李家祖上是立过赫赫战功的，你用几仓破米炼盐就敢讹我爹的宝贝和银子，简直是狂妄至极的小人！小丫头片子，大旱之下粮食就是命，你嫌贵出门左拐，去京城买10两银子1斗带沙子的观音土去。还有求老板发货的时候态度要端正，知道吗？小丫头片子，强词夺理，粗鄙不堪。传闻你连圣旨都不放在眼里，本以为是狂士，没想到是个只认钱的草包。大老爷，今晚是1年1度的中秋佳节，咱们县里自己搞的桃花飞花季14大岁都总准备好了，大伙儿都等您去当评委抛彩头呢。哦，就凭你这档地痞草包也配当狮子大岁的评委？知道平仄押韵怎么写吗？本官当然不懂你们的那些酸唧唧的破诗，本官去评委席是去吃免费大闸蟹的。林大人，敢与我打一局赌？今夜诗会，我出一题考你。若是你作诗落败当众出朝，就得归还李家玉佩。若是你作诗落败当众出朝，就得归还李家玉佩。请李家千金指教。秋月白如霜，照在枯树旁。词藻苍白，对段混乱，毫无意境。桃花县号称物华天宝，难道文人都是这等目不着丁的酒囊饭袋？林县令，你们桃花县的文脉断绝了呀！如果这全县连一个能做对子的人都没有，那这场赌约也不用赌了。100万两，本小姐收回。你乖乖认输磕头，承认自己是个腹内草莽的贪官，如何？你有完没完？大好的中秋节，老子是来吃螃蟹的，不是来看你这条疯狗乱咬人的。你敢辱骂本堂堂朝廷命官，满口污言秽语，竟不敢接一小女子的诗词雅道，懦夫！行，老子就陪你这无知的小丫头片子玩一把。题目你随便出，韵酒你随便定，只要今天我写完，你以后闭上嘴，少来烦我，少来耽误本少爷睡午觉就行。既是中秋，便以月为题，
诗词中不能出现秋字，一炷香。这怎么可能写得出来？这臭丫头不是故意为难大老爷吗？一炷香，写个破字还要磨墨，本少爷没那个美国时间，30秒足够了，耳朵竖起来听好。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没有秋字意境够了吧？大前第一才女，就这。这等胸襟，这等才华意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前第一才女，就这。这等胸襟，这等才华意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输了，钱财归桃花县财政局，收起你的大小姐傲气。不，这是词，不算诗。你爹是从哪抄来的古本，对不对？孤本抄袭，好啊，你还觉得不服是吧？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实现正事，大臣文脉有救了。抗压能力这么差，二狗，找个推车把他拉去难民区大通铺，体验清醒一下。你醒了，护卫用板车拉你来，让你静养2天清肠胃。用板车拉过来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戚富贵有才情，当世谪仙，京城才子皆拥落。不行，这等绝世奇才必须被我李家招揽。林大人，小女子李长乐，昨晚多谢大老爷教诲，小女子醍醐灌顶。我操，你那傲娇嘴脸啊，被大妈同化了，赶紧走！我不走，您旷世奇才，我代家族恳请您收下我，接纳你，帮我花钱。你现在是个穷光蛋。全当还债。我精通才艺，愿做您贴身丫鬟。会琴棋书画有屁用？能下地塌丫还是能去工地搬砖？我可以帮你洗衣服做饭啊，本小姐也是很贤惠的。就你那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手，连剥大蒜都会剥断指甲吧？还洗衣服？你连我的二老婆都不如。哪个二夫人？这是波轮洗衣机，半时辰可洗50件衣裳。这是波轮洗衣机，半时辰可洗50件衣裳。大小姐在我县衙一无是处，
拿什么和机器比拼？众人皆醉他独醒，我愿舍身拜师，不再做花瓶。大老爷，您让这么娇滴滴个大小姐去干粗活，是不是太残暴了？万一累坏了，暴殄天物，你懂个屁！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哼，娇贵千金只会银库花钱，耽误我挣钱。磨完性子就让她走。这好高贵的香气，竟比西域进贡的龙榭香还要纯粹脱俗10倍。哎呀，这玫瑰味书法局洗衣皂就是得劲儿啊！去泥溃死肤，洗脚真香。住手！怎么拿这个绝世来洗你有病吧？不过就是土制香皂，本县令的日用品罢了。嫌我脚臭？行，我出个味儿行了吧？这批香奈儿香水提取液纯净度不够，这配方拿去熏厕所还差不多，全砸了，明天重新提炼。不要，这是命根子！大姐，这是我自制的次品啊！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有必要这么玩命？你天赋敌仙，却肆意挥霍香膏，全然不懂浪漫。此仙水千金难求，足以令女子疯狂。绝世玉香竟被你拿来洗脚，还说它用来熏茅房。女人啊，真是肤浅的可怕！几瓶破水几块花料的伐皂，就把你这高贵的灵魂收买了？小丫鬟，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既然你喜欢这种肤浅的东西，那本少爷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一眼万年，大前所有女人的极乐仙界！喂，大才女大丫鬟，不是要跟我拼命吗？这面全身镜，我原本打算拿来放前院挡晒当八卦镜的。你要是喜欢，喂，大才女大丫鬟，不是要跟我拼命吗？这面全身镜，我原本打算拿来放前院挡晒当八卦镜的。你要是喜欢，主子爷，这蹄子奴婢用冰水镇过了，您尝尝，给您捏腿的力道合适吗？皮没包净，用力点。要不是看你总照镜子，不然发配你搬砖。谢主子开恩，只要能每天照镜子，就算当牛做马也行。多好的白菜啊！几天时间，被老爷腌成了酸菜。说不定林轩在长乐的才华下自惭形秽，投诚了呢。走，提货接闺女。林轩无职，老夫的女儿长乐何在？还不快来迎接！我大前的万里长城塌了呀！老爷，你撑住啊！老爷，您醒醒啊！您千金之躯可不能就这么气死在这里啊！长乐，你从小碗都没洗过，你现在给他揉脚！李轩，你辱大前蛊惑小女，凄凉也要与你理论到底！爹，别冲动，快放下剑！你要毁了女儿的大好前程啊！做丫鬟也算前程，你莫不是被他下了蛊？这里藏绝世文采，
还有世间难求的琉璃净雨香水。这贴身岗位是我打败洗衣机才争取来的。打败了那台破旧洗衣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贴身内招专属岗位啊！再给我半个月，我就能触及到香水配方的核心代理权了。疯了！这桃花县是个疯人院，我的女儿疯了，我也快疯了。老李啊，别这么大火气。你这闺女呢，虽然脑子有点死板，体力也不如我家牛车，但打扫下闺生倒也不算个废物。怎么，你带着银子不是来赎回那块双龙会，而是来接她下班的？买！不仅万吨粮食我别摔了那座祖山照买，让老夫在这儿给你揉另一条腿都行啊！说实话，你这玉佩工艺我看着确实顺眼。要是你今天拿钱买粮，也只是为了凑合事儿的话，可以，你持剑下我，粮价涨2成，损失费现款结清。汉子报：京城皇商携100万白银、万吨齐粮入城，哈哈哈哈哈哈！今夜踏平桃花县劫粮，大钱自乱，即刻攻城！清一色自摸，老李、老胡掏钱，连着胡3把了，内裤都输没了吧？老爷，3000精锐铁骑袭城，扬言一炷香屠尽全县。大量3000重甲铁骑为粮草来，孤军欲断大钱根基。你俩快跑！你们是大钱最后的希望，老夫豁出这条老命，也要为你们掩护。大半夜的，鬼哭狼嚎什么？让不让人好好打个麻将了？二营长是睡死了。北门来扰民的破铁，赶紧把城头上的管子拉出来亮亮。收到。5分钟内不解决战斗响，老子睡觉全扣年终奖。城花空虚，全军列3角阵，强攻城门。5分钟不解决扣年终奖。快！大老爷发飙要扣年终奖了，把这一步全给我扯了！想用那种乡下打造的破铜炮守城，大量的黑钢重甲连床弩都能弹开，全速冲锋，碾碎他们！为了年终奖，大老爷有令，保和市洗地，全体开火！为了年终奖，大老爷有令，保和市洗地，全体开火！别停！床弩洗地补刀，别留活口啊！那是咱们的年终奖。那是什么声音？天雷吗？大梁的铁骑被天雷劈了。什么天雷？启发改良版的加农炮而已，大惊小怪。区3000人，居然浪费老子5发炮弹的造价成本，这笔账算下来还得亏本15两银子，真晦气。
不要退，那是妖法，一次只能放5发，他们装填来不及的。距离不到300步了，给本将冲上去，撞碎大门，将他们碎尸万段。不好，他们距离太近，火炮来不及装了。李轩，快调集弓箭手防守。那玩意儿还要人工瞄准拉弓，多累啊！我们桃花县的保安不干体力活。二营长，开启10台手动旋转连弩，准备御敌。全军布防，器械准备就绪。完事儿了，那回去接着搓麻将。老李，你腿软了就趴着走，别挡道。这可是大连王牌重骑啊，竟然连你们城墙的砖都没摸到就出名了。李兄弟，李神仙，你这是什么仙家法器卖给我？老夫砸锅卖铁也要买回去。胡书记，对了，老夫砸锅卖铁也要买回去。受神兵于军方，赏珍宝，并封镇国大将军，封地、金银、美人，你要什么都行，只求你把那几扇神炮和连弩的图纸卖给我。这破烂怎会卖给你？发射烫手精度差，做工粗糙，极易故障，仅生事尚可。这般威力强健的器械，你竟称作破烂？本就只是残次样品，我向来追求更强火力装备。本想低调为官，遭敌军偷袭，带你去后山兵工厂开眼界吧，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毁灭真灵。带你去后山兵工厂开眼界吧。老爷好！这规模，大千国兵部攻防也比不上1/10呀！城头土炮只是练手残品，为防联军，底牌即将启用。这1号战神口径150毫米，内刻极其精密的后藏膛线，发射的实心穿甲弹，一炮下去，10里之外，大前的京城皇宫大殿瞬间连珠子带皇帝一起人间蒸发。李祖宗，你也别要什么户部尚书了，朕摊牌了，这就是大前皇帝，这把长乐许给你要不要？要是还嫌皇女不够，你带上这玩意儿进京，朕在这儿就写退位诏书，这大前的龙椅换你来坐，你看行不行啊？这规模，大千国兵部攻防也比不上1/10呀！3000重甲，顷刻绝灭。这是天罚，这是神怒。好，打得好啊！这帮不知死活的山贼，竟敢来扰您的清梦！贤婿，贤婿，受惊了，贤婿！爹，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老李，你吃错药了吧？谁人贤婿？本官与黄花大归哪儿？你少碰瓷儿！贤婿，你文武双全，小女早已倾心于你，今日我便做主定下你二人亲事。停！老李，我警告你，收起你的肮脏把戏，女人只会影响我赚钱捞金的速度，你想都别想。林轩，本姑娘好歹也是倾城之貌，给你做妾难道委屈你了不成？委屈，非常委屈。除非你能一顿吃半碗，干活顶5个保安，否则免谈。好，感情的事以后再谈。林老弟，咱们谈点男人的正事。君谢贤侄，小生实属可惜，我可直通朝堂向圣上举荐你。贤弟，若你租借火炮与神弩图纸配方，我愿为你向朝廷作保。君谢量产可安定四方，事成圣上与你共掌兵马，同享盛世山河。老李，你出门没吃药吧？一统天下能让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不？这还让我借你大钱皇族用用，我借个屁啊！我借这些我淘汰嫌弃的破烂，你想拿去统一天下？你也太看不起敌国了。这5坨残次废铁，我早就淘汰了，准备明天拉去炼钢厂化了。就这种连我桃花县民兵都嫌弃的破烂，你还想拿去统一天下？你是不是太不起那些敌国了？林老弟，你不是在说笑吧？这等毁天灭地的神兵，你要拿去炼粪瓢？本少爷像是会开玩笑的人吗？老李，你不是跟大钱军方熟吗？这就送给你玩了，赶紧拉走。此话当真？你真的把这5弦神炮送给老夫带回京城？赶紧拿走，不过运费和炮弹钱你得自己掏，我这不包邮。老爷咱们发了，有了这神仙法器，满朝文武谁敢不服？林老弟大气，老夫这就连夜调动商队马车，把这5尊破烂拉走，绝对不脏您的眼。喂，老李，炮弹在后院库房，自己搬。林老弟，那盖着帆布比城头火炮大上10倍的巨物是什么？哦，那是那些废铁淘汰后的升级1代重装要塞炮，我瞎捣鼓出来的。老李啊，你取走的废铁，射程极远，可直击京城，也能连那个狗皇帝带龙椅一发给他轰成原子弹。老李啊，你取走的废铁，射程极远，可直击京城，也能连那个狗皇帝带龙椅一发给他轰成原子弹。林大爷，你别开玩笑，天下哪有射程这般恐怖的武器？二狗，把防御布扯了，让他们见识见识为什么本少爷能睡得安稳。林老弟，你造这等超级重器是想干什么？桃花县这地方难道比皇宫还危险吗？老李，你以为我愿意造这玩意儿？我是真害怕。你害怕？大前局势动荡，我需重跑制衡京城，才能安心自保。我要是没这底气，我敢站着跟你吹牛。我桃花县的方针一直很明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谁敢犯我，我送他脑残，满门物理超度。钦差大臣代天巡视，闲人回避。桃花县物产丰饶，此富庶之地当归太子所有。大人，吃金牌逼县令交出配方，拘其全家入诏狱。把门打开，今日我便要让此人知晓朝廷威严。林小友，尝尝这西瓜，清甜可口。火炮图纸若不便接住，我可自行临摹，价钱加倍奉上。你不必再三催促，此物你难以驾驭，时常前来叨扰，款项也迟迟未结，再反复劝说，我便不便招待你了。放肆！大胆狗官，见到本钦差，见到圣上金牌，竟敢4仰8柱爬插，不服跪迎！本来代天巡狩，接管桃花县一切军政钱粮。林轩，立刻交出所有东西，乖乖交出配方，本官留你个全尸，否则立刻将你全家下跪受死！
首辅和太子的恩典，谁给你们的胆子？圣旨上盖着大钱的传国玉玺吗？哪来的奴才敢质疑太子殿下的法旨？皇上卧病在床，这天下就是太子的天下。老狗，识相的赶紧给本官磕个响头滚出去，否则连你和这狗官一起乱棍打死！大胆畜生，那是皇权象征，你竟敢用牙咬！呸！我当多纯呢，包金的呀！就这点含金量，也敢来我桃花县装逼？什么代天巡幸，什么狗屁太子，我看你长得就像个收破烂的。在我的地盘上，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也得给老子买票刷脸站着。二院长，哪儿去了？把这群乱叫的野狗给我死里打！完了，出去大罪，杀了这个狗官，砍下他的手脚，给我大老爷说了，往死里打，留口气挖煤就行。打得好，打得妙！该死的太子竟敢架空阵，林轩无序，替朕狠狠地削他！大老爷，搞定，留了口气，够挖煤的。哎，好硬的布料，上面甚至没有防伪的传国玉玺大印盖章。没盖玉玺也是法旨，你敢毁了它，天理难容！老李，你身为京城富商，替我向太子府地桃花县通牒。林轩，你以为能翻天？告诉你，整个大前的兵符和内阁现在全在太子手里，顺太子者昌，逆太子者亡。你现在放了我，贵县配方还能保你全尸。幽禁深宫即将登基，畜生逆子！太子皇城朕生病，竟然意图篡位，朕要活剐了他！哎呀，老李，你激动个什么毛线啊？火气还这么大？那奸臣说要谋反篡权啊！老夫虽是上古，但也受过皇恩，一腔热血，岂能容忍这等逆贼祸乱天下？行了，知道你爱国，但你一个商人，凑什么热闹？万一他身上藏暗器，伤及你我，可是会良心不安的。别闹了，躲在这儿别出声，天塌下来有本大老爷个子高的人顶着。林轩，见此旨如见太子千岁。你若伤我，大前大军明日就平了你这县城，立刻给本官松绑，把圣旨接过去，3拜9叩认罪。行，我接了。这什么破布料？我要拿去上擦屁股，都怕拉破本太爷嗓子眼。无论何方来使，在本县滋事喧哗，皆需遵守桃花县治安条例。此人寻衅闹事，损毁公物，依县律需前往矿区劳作受惩。西山矿区近期人手不足，便命他前往矿区劳作自省。无奈朝廷官员，义父太子怎可前去矿区劳作？殿下一定会封锁你桃花县的所有商道，我要饿死雷老弟，你们吗？他说的对，经济制裁网一旦落下，桃花县就算有再多大炮，百姓也会因恐慌而造反。断航封锁，老李，你以为我在第4次？其实我早就在大气旁等他们，我正愁没理由把大钱国家的商业命脉合法吞并呢。不知死活的东西，这上面盖的可是天子的大印，圣上法旨在此，任何人胆敢违抗，就地诛9族。哎，那个谁，你手里拿的那块布挺大的，借我垫一下。这破玩意儿不仅拉嗓子，连个吸柔性都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吧？
放在眼里，给我上，全剁成肉泥！什么玩意儿敢在我地盘上嚣张，不全副武装？清场！什么玩意儿敢在我地盘上嚣张，不全副武装？清场！列阵，盾墙推进。大老爷有令，不留情面，狠狠摩擦这群外地狗！没吃饭吗？该我们了！电磁棒，最高档输出。这是造反！李轩，你个乱臣贼子，你竟敢动我！我代表的可是皇上，你这等同于谋杀天子，谋杀真龙天子！你娘的屁！你代表个锤子！这小子保护了老夫，你才是个被太子当枪使的狗奴才！好女婿，替朕狠狠踩他的脸！在桃花县，我林轩的话才是真正的圣旨。这小子是真的百无禁忌啊！幸好老夫没跳出来装逼。此人寻衅滋事，扰乱县制，连同其余人等，统一送往矿区劳作自省。我是朝廷三品官员，不能发配矿区劳作。太子定会为我主持公道，这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林老弟，打得爽是爽了。若太子得知钦差被你绑去挖煤，会下达屠城般的全国经济封锁令。老李啊，你格局太小了，他们敢封锁我，下个月我要让整个大前皇城都跪求我卖东西给他们。林轩，你纵使无视太子令，也该敬畏天子。我乃是圣上亲封的朝廷命官，你若为难我，便是冒犯圣上。朝廷定会调大军前来，问责桃花县所有罪责。老子说了，桃花县法度平等，无论权贵皇室，皆须遵守本地规矩。谎言捕杀赵胡，天朕走上不避忌，搂羞牵鸟，敢言！哈哈哈哈哈！我是谁？我在哪儿？朕捡到宝了！此人扰乱县域秩序，发配矿区劳作自省。我身负朝廷官职，你无权这般处置我。本县法度一视同仁，无论官职高低，皆须恪守规矩。我乃朝廷命官。老爷，这动静是不是闹得有点太大了？那可是太子的亲信啊！不对劲，他造这么多毁天灭地的大杀器，还有这支连禁卫军都能秒杀的死尸部队。老李头，你怎么这副神色慌张？莫非西瓜吃坏了肚子？林老弟，老夫不是肚子疼，是替你捏把汗。你今日处置太子钦差，虽解一统下大的做东西，他林行强所言并非虚言，最多3日，太子必会对桃花县下达全长期支撑令。这等商路断绝之危局，你到底如何应对？
等了这么久，他们终于要跟我玩商战了，太好了！京城权贵争相前来采改，3日后倾销掏空朝堂财库。太子殿下，千真万确啊！赵高令牌被毁，遭发配矿区劳作受惩处。反了！竟敢私扣朝廷钦差，甚至辱蚀大内圣旨！孤这就调集10万精营兵马，去将那桃花县连根拔起。来人，立刻传令经营10万兵马，孤要亲自踏平桃花县。殿下息怒，那桃花县城头立着极其恐怖的天雷巨炮，硬攻伤亡太大，对付这等暴发户，斩断他的粮库命脉才是绝杀。殿下立刻下发天下禁商令。太子有令，桃花县方向一丁一铁不得通行，违者满门抄斩。所有通往桃花县的水路全部封锁，违者格杀勿论。跟桃花县沾边的全是营商呢！别说了，你不想活了？老爷，太子封锁商路，断绝交易，本县商贸彻底停滞。哎呀，商道断绝，就是大炮也轰不开这国家机构的无形死网啊！经济制裁我，这种小儿科的封锁也敢拿出来班门弄斧？老李头，本少爷今天就给他们上一课。传我指令，立刻打开0号特级恒温保险库，把那些捂了1个月的宝贝全部给我装车。启用密道运货入京，用货品热潮将冲破太子封锁。规矩我就不重复了，我们大老爷说了，今日只展示不售卖，因为你们可能买不起。放过是个破县城来的走私土货，哪怕是纯金龙参，也是个有价之物，有什么是我们买不起的？还没完呢。这批货品我全包，10万两白银，尽数送往首府府邸。10万两不足以拿下，此套器物我志在必得。我出20万两，货品归我，我保贵方京城商路无阻。我出25万，我先开路，一个归我。大老爷说的还真对呀，这帮所谓的上流贵族，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好诈骗的傻老帽啊！哀家要的那面镜子呢？你们快去桃花县给哀家抢！快，天亮前必须运完，不能让太子殿下知道。老爷，太子的私库空了，那帮狗官挪用了国库的钱，禁卫军下个月的军饷也没了，大钱国库被吸干了，太子的裤衩子底座都给吸空了。二营长这饥饿营销玩的不行啊，告诉他镜子和香水暂时断货，这帮达官显贵手里的活钱估计也榨得差不多了。林大爷，怎么断货了？这可是权贵吸血的好时机呀！老李，你真是白活60岁。他们虽然没活钱了，但他们手里还有土不动产。传本县领最终逆转制裁反向收购令，从今日起，桃花县重新开启盐铁收购通道，但本县不要金银结算。告诉京朝的那些急眼的达官权贵，想要继续买镜子和香水装逼保住乌纱帽，拿他们手中掌控的铁矿、盐山，甚至是大钱黄征的顶级地契产权来换。阁老啊，桃花县地价井盐倾销，严重冲击本地盐市。是啊，阁老，更邪门的是他们的农具铁器，我们大前本土的商行全被干倒闭了。半个月啊，仅仅半个月，我首府一脉掌控中了100年的大前经济地基塌了。
不可能，姑是未来的天下公主，姑的国库呢？姑的钱呢？那些钱一部分被下面的人拿去桃花县买镜子走私了，剩下一部分，您那日为了讨好柳贵妃，全找那林轩买了块香皂。不，姑还没输。林轩是个唯利是图的小官，姑这就去一趟桃花县，许他些好处，他必定感激涕零，将那秘方都献给姑。哈哈哈哈哈！准备马车和仅剩的1车黄金，姑要御驾亲征商业谈判。姑这一去，必叫那林轩俯首称臣。桃花县的江山，不过是姑掌中之物。哼，这些奇淫歪计虽然惊掉人下巴，但终究逃不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铁律。走，随本东家去会会那个土包子。大老爷，外面来了个暴发户，带了1车看起来像假黄金的金子，杨的说要跟您做一笔影响天下格局的大生意。影响天下格局？老子现在光是卖镜子的钱就能单独建国了。但他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姑乃真命天子，你等速速滚来迎接”之类疑似神经病的疯话。那个林老弟啊，这种疯子就不劳您亲自接见了。老夫突然觉得肚子疼，去个茅房去。主子爷，奴婢也去洗个手。老李，你不对劲，你不会认识外面那个神经病吧？哟，还带了车金子。不过这小子长不面善啊，一看就是个会画大饼资本家。喂，门口那个自称寡人的听好，本县太爷的合作方针很简单，想拿配方线下大钱首富集团的核心产业文化。二狗，把这小子还有他随从全部衣服给我扒了，给老子直接扔下西山3号线最底层最黑的那个黑绵羊去体验生活。林轩，姑乃！大老爷有令，先下矿再谈判，老实点，乱动就按下开关。放肆！你们竟敢本太子！放开姑！林轩，你这乱臣贼子！我身为储君，从未受过这般苦楚。林轩竟将我发配至此，此仇我永世难平。莫要在此喧哗！入此矿场，无论过往身份高低，皆需安分劳作。今日定额未完成，速去坑道推送渣土。小白菜呀，地里黄啊，3品大员被罚挖煤30年呀。喂，低贱的矿工，滚一边去！别脏了本公子的眼！新来的，你他妈找死啊！没看大爷我正在赶指标吗？赵高，我极其信任，说代表姑巡守天下的钦差头子赵高。殿下，太祖殿下，你带的10万大军呢？你怎么也被抓来一起挖煤了呀？太子失踪，首府跳楼自尽，大前36家钱庄全部宣布无钱可兑。国库饿死了最后一窝耗子。老爷，更可怕的是，周边3国见我大钱大乱，在疯狂集结兵马呀，没有军饷，咱们该怎么办啊？大钱不能亡在老夫手里，就算拼上老夫这条命，也要去向那小子求饶，借钱保天下。林老弟，老夫在京城的商号全破产了，现在急需一笔资金周转救命，想向你借点钱。哦，京城首富借钱，借多少啊？1000万两白银。借钱行啊，咱们在商言商，没钱就要抵押物。1000万两，你拿什么抵？我这儿可不支持肉食啊。这里面的东西能抵你大钱1半的天下，哪怕是1000万两，也绝对够了。林兄弟，他的来历你别问，你是个聪明人。这等白玉无瑕，这等舞龙娇尿的雕工，它的价值你心里有数。别扔啊！
啊，祖宗！摔碎了，这天下就乱了呀！什么破玩意儿也拿来抵押？老李，你不懂市场经济吗？这就是块不动产死物，这种流通性极差的，也就你们这群附庸文雅的老头当着宝。你少装不识货！这可是天下独一份至高无上的皇权凭证，你就算不懂古玩，它的价值也绝对抵得上1000万两白银。哦，既然它这么值钱，老李，那你为什么去所有的钱庄都没有换出1两银子来救命呢？收起你那块破石头，留着给你自己当个心理安慰。在本县的金融体系里，这玩意儿一文不值。老李，这钱我借给你，但讨债务必须按我的规矩来花。老李，这钱我借给你，但讨债务必须按我的规矩来花。第一，这1000万两3分利，以老李你这支破商队的名义，3年内全款还清。第二，作为没有现款的抵押，从今日起，大钱疆域内18个行省，我桃花县商区享有3年绝对免税特权。第三，大钱内所有官办矿山盐场开采权，本县占股51%，享有全方位专营控种权和列免权，免除全国税，接管国有盐铁。林兄弟，你这狠毒的一招，若签了，这大钱是姓李还是姓林？老李，别装了，我不管你跟京城的皇帝老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暗中联络。我的条件就在这儿，你不签，不仅首府跳楼，今晚国门就要被敌国铁骑踏破，你们也是死路一条。签了，我这儿的县尹立刻起运救你的国。大老爷，边关急报，大梁南蛮50万联军破关，分3路直扑京城。1000万两现银，老夫替朝廷签了。林兄弟，有了这笔钱充实国库，大钱至少能在饿殍面野的死局中重新喘上一口气了。合作愉快啊，老李。钱二狗已经带人往外搬了，3年免税免役，大钱百姓从此不用再勒紧要腰带给国库交皇粮，这算是本大善人为大钱贫苦百姓做的一点微小贡献。国库空了，百官的私库空了，这天下的银根，天下的盐铁全在他手里啊！不知不觉间，大钱已经全姓了林。原来如此，好一个免税养民！我竟到今日才明白，皇权在绝对财富面前，竟已微弱至此。老李，你又发什么疯？有这时间，不如赶紧去筹备粮草物资。若实在想不开，我可给你安排一个京城商号的差事，月俸50两。不是黑风寨，不是土匪，紧急军情！大钱及其北方的万里防线，昨天晚上被攻破了。大梁国、南蛮等3国见大钱内乱，集结了50万钢铁重甲联军，他们已兵分3路渡过黄河，直逼京城。大钱要亡了！大梁、南蛮3国精锐全出，打着大钱无道、替天行道的旗号，50万重兵连下18座城池。50万大钱300年基业，真的要毁在咱们这一代手里了吗？没有大汉，万有50万虎狼，天灭我大钱啊！更可怕的是京城急报，老爷，太子具体云欲开国库，弃京城南迁。迁都南逃去流亡，那个畜生不如的逆子！紧闭城门，布重兵，来犯敌军尽数击退。老胡，去马车暗阁里给老夫取衣。
朕摊牌了，这就是朕真实的身份。朕乃大前天下的九五之尊，大前孝友武德真定天子。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国家危亡，那畜生太子难逃，朕绝不容许一体脚踏我大前百姓。今日朕要亲屯御驾亲征，林轩，朕命你率军北上破敌，事成者必后赏。只要大前你为驸马，封你为在一字并肩王之下，万人之上。林轩，此等侮辱，你见还是不见？林轩，此等侮辱，你见还是不见？怎么回事？这小子就算有神兵利器，看到朕真龙天子的极其霸道真身，这毫无波澜的死鱼眼是几个意思？老李啊，你装的太不像了。你第一次在县城转悠被罚款，还随身带着大内侍卫时，全都能猜出来你是谁了吧？你早知道朕是皇帝了，绝不可能！这微服私访，拜托，龙纹银票骄纵的女儿玉玺肩章，种种痕迹早就暴露你的身份了。好，既然你早知道，朕封你一字并肩王，速领兵马火炮北上御敌。我不去，谁爱去谁去。死老头，你休想骗我去上班，那是一字并肩王啊，是挽救天下苍生的绝世功绩啊！你为何不去？你贪生怕死吗？狗屁一字并肩王，还要去什么盖鬼的前线打仗？少拿那极其虚无的功名利禄忽悠我！好，你以为你不去前线就能独善其身吗？覆巢之下无完卵，到时候你就算不想战也要战了。哦，谁告诉你50万大军能攻克京城的？林大人，我不求权势，只求你出兵，江山与我皆可与你。你们搁这演什么言情苦情大戏呢？还有老李，你极其刻意贴的那块用来假装自己很霸气威严的假山个胡须，在下巴左边都开角翘起来了。本少爷忍你很久了，看着极其难受啊！你在干什么？这种时候你还在看寡人的胡子？我早说了，你个皇帝马甲我早就看穿了。现在哪怕让你扭穿的像孔雀色诱我，也休想为我一场出桃花线半步。我去前线，死老头子知道前线多远吗？不仅要在马背上颠簸1个月，晚上还有可能没自来水管洗澡。前线环境艰苦，老子忍不了，不愿意去。疯了，国家都快灭了，你在这种要命的时候，满脑子想的还是能不能舒服的洗澡。林轩，你这冷血无情的人，难道在你眼里，大千万里江山和千万条人命，不如你泡澡的一块香皂金贵吗？当然没我的香皂金贵。不过大前的万里江山，你们也不用极其激动的像天塌了一样。谁告诉你们国家快灭了的？这还有假？这是北部行省边军统领拼死送出来的绝命血书，不出3天，京师必破。3天，不用3天，估计现在他们那些主帅和将领骨灰都已经被扬进黄河了吧？大老爷，您在说胡话吧？那可是50万配备重甲、极其精良的虎狼之师啊！就算站在那儿让我们砍，3天3夜也砍不完啊！怎么就骨灰扬了呢？老李，还记不记得1、2个月前，太子封锁了我的商路，我无聊，觉得生意不好做那件事？那是你用香水逼死首府之前的事，这与50万大军有何关系？当前伪装商队低价向敌将青丝烈酒，消耗其储备。你不仅不帮忙，你还在2个月前嘀咕叫林松琪享受的好酒，你这是资敌，这叫通敌卖国。资敌？老李，你平时不学数理化的吗？那个2锅头的浓度高达95度，也就是高纯度极其易爆医用酒精，混合了本县令独家改良消化麻药稳基地的劣质假酒，9桶暗藏引火装置，待敌军进攻时引爆粮仓。你不是在说笑吧？2个月前没战报就布下了死局，800里佳绩，大捷，千古奇迹的绝世大捷啊！敌国
昨夜亥时发生诡异的冲天连环大爆炸，使里内寸草不生，联军统帅与极其精锐的10名主将全被爆炸连炸带灰一起扬进了黄河，敌军粮草尽毁溃散，10万残兵求回桃花县谋生。这怎么可能？真的是他？林祖宗，你别窝在桃花县了，求你去京城给我当太上皇爷吧！林大人，只要您愿意随父皇进京，长乐愿意这辈子做您洗脚蜜子。国家都快灭了，虎狼之师马上杀到京城了，你满脑子想的今天能不能洗个热水澡？覆巢之下无还燕，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急啥啊？天天把亡国灭种挂在嘴上，你们这些京城来的人心理素质是真的差。急啥？50万大军，就算派成队让你城头的大炮去轰，也能把你的炮管膛，你桃花县拿头去挡。老李啊，2个月前太子搞经济封锁，导致我桃花县外卖生意极其不好做，仓库里积压了一大堆卖不出去的残制品。我这人讨厌留库存，所以我派2营长暗中联络边关黑商，低价向联军倾销特制烈酒。这是通敌自敌！你嫌大钱死得不够快，还给敌军送好酒犒劳他们。别急着扣帽子，可是高达99度混杂了不稳定的医用硝撒服药的特殊假酒，因为是清仓大甩卖，为了感谢他们3国联军极其配合的收获，本县极其大发慈悲，在每一个酒桶底头的下面，顺啤酒在这时应该已经在他们大营极其绚烂的正好香了。起吧！快说，是不是京城城门被攻破了？敌军是不是已经杀入紫禁城了？不是啊，大捷，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大捷啊！昨夜此时，敌国3国联军极其隐秘的10座超大型连环粮草武库突发极其毁天灭地的大爆炸，联军统帅瞬间被极其恐怖的爆炸气浪舞化，全军将领团灭。万岁爷，50万大军粮草断绝，帅印被毁，惊恐之下，炸营画面，自相践踏，死伤无数。50万大军就这么没了？那剩下逃跑的残兵呢？没跑！是那10几万极剑皇击瘦的战兵，饿得这场天罚是桃花县的林青天降下的神威，现在正在往咱大前边关跑。这帮外宾真是一点骨气没有。二狗，记下，刚好填补咱们产业扩充的人力缺口。行了，老李，战争结束了，别碍眼了。本少爷要去洗玫瑰恒温冷水澡了，谁在半个时辰内烦我，直接去挖矿。我不当这个皇帝了。李轩，今天这把金银，你做也得做，不做绑着你也得做。假的，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等非人般恐怖的算计？哪怕是昔日的诸葛武豪，也绝不可能啊！老夫彻底明白了，你不仅是算到了饥渴的3国联军会偷袭，南前朕求你皆在你的算计中，天下人都是你的棋子。我只是不意外界捡漏，为安稳生活顺手平息祸乱而已。因足不出桃花县，弹指平乱退敌，你实为大前当世神人。林大人，大前的万里江山需要您这般通天的人物来执掌。李轩，这皇帝，朕今天彻底的让给你了。就算不愿意，朕绑着也不得不接下这个牌。你别过来啊，死老头！老子誓死不从。王二狗，给我拿电击棍刺他呀！救命啊！大老爷，是谁？是皇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桃花县令林轩，奇才惊天，奇功伟地，实乃千古第一神人也。朕亲赐尊贵的不败金身，封林轩为大前最高唯一9000岁一字并肩王，赐婚长乐长公主，即刻进京辅政，待朕执掌满朝政务，钦此。并肩王万岁，千秋万代。我不去，老李，你这个恩将仇报的老王八蛋！王爷，您就从了吧，京城那可是天下的中心啊，您以后就是半个大钱的主人了。
狗屁的主人！皇宫连个马桶和空调洗浴房都没有，你们这不是封王，这是虐待功臣，毁了我的退休生活！我要辞职，我不当县令了，我要下班啊！哎呦，轻点儿，断了！启禀父皇，夫君他开心的答应了，起驾回京，成亲发军饷。愿天王万岁，长乐王妃千岁。二狗，把我的马桶和洗衣机一定打包带上啊，那是老子的命啊！